甜到发疯。谁能拒绝赵今麦的温暖和宋威龙的深情？仅5集就炸裂全网。一部都市情感剧只上线5集，便让全网讨论如开闸洪水般爆发。在当下内容泛滥的时代，这几乎等同于宣布他戳中了所有人的心窝。宋威龙一出场，那种沉稳冷静的气场不是装出来的，而像是经过现实捶打后形成的天然屏障。他的眼神干净，却藏着过去的暗涌。他的沉默不是疏离，而像是在思考如何把混乱的世界重新整理。观众在那一刻意识到，这不是套路雕出来的男主，而是一个真正在生活里挣扎、沉淀、疼过的人。而赵今麦的出现，则像一束恰好照进胸口的光，不是强行制造治愈感，而是那种你在人群中看到就会心里一松的温柔气息。他的亮是稳的，他的暖是有质地的。一个是外冷内伤，对世界保持距离；一个是温暖明亮，却也有自己的坚硬与谨慎。两人的能量一碰撞，情绪瞬间就有了温度。这就是为什么只5集，观众就粘上了。他讲的不是甜，而是人；不是恋爱台词，而是情绪共鸣。高颜值不是唯一卖点，而是2颗心层擦肩，如今再靠近。故事框架很简单，大学遗憾，职场重逢。但真正让人上头的是那种所有成年人都懂的复杂感。青春时的心动，一向安静到没有声音。遗憾之所以刺心，是因为当年太笨，不会表达。多年后重逢，你想靠近，却比以前更害怕。聂曦光与林宇森就是这样。光与深海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以不同的方式靠近彼此。他曾经喜欢过他，却不敢说；他也在乎他，却从未把那份悸动说出口。等再见面时，两人都变了。他更加稳了，他更加沉了。这份再靠近，不是青春的莽撞，而是成年人的克制与小心。观众看的不是剧情，而是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如果当年我勇敢一点，故事会不会不同？赵今麦把骄阳演成一个你会在现实里遇到的人。他不是傻白甜，不是无脑作，也不是那种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的扁平化女孩。赵今麦演的是一个你在生活里会遇到，甚至你自己就可能成为的女孩。她被现实伤过，她怀疑过自己的价值，她有过崩溃的夜，也经历过独自撑起自己的清晨，但她依旧选择往前走。她的光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坚定与自洽。她在大学的羞涩真实，刚上班的紧张克制真实，失败后的倔强更真实。重振旗鼓时眼底那一点亮光，更是让无数人破防。他看林宇森的眼神里有旧日悸动，被错过的荒唐感，成年后的谨慎，以及那份我可能还在乎你。这种复杂度不是表演的技巧，而是情绪的温度。宋威龙不是霸总，是现实磨砺出的深海男人。太多剧把男主写成完美模板，会赚钱，会说情话，永远帅气，永远稳重，可越看越空。而宋威龙给林宇森加的是灵魂重量。他不是冷，而是经历过某些无法言说的失去，所以收起锋芒。他不是沉默寡言，而是怕说出口的情绪无法承担后果。他不是追求距离感，而是对自己要求太高，害怕连累别人。他原本是医生，背负过关乎生命的责任。巨变之后，他选择关闭自己，像一条被迫改变方向的航船。但当他再次看到聂曦光，他的沉默开始出现裂缝。他的小心翼翼是怕他受伤，也怕自己再次失去。成熟男人的感情不张扬，但极深。正是这种深，让观众看得心口发紧。两人最动人的不是甜，而是懂得彼此。这才是成年人爱情的核心。一懂彼此的沉默。他知道他不是冷漠，只是不敢轻易打开自己。他知道他看似强大，但其实也会害怕，也想被保护。二懂彼此的选择。他给他空间，他给他安心。这不是退让，而是尊重。三懂成年人的爱情。我在，比我爱你更让人心稳。这种懂比任何撒糖都更动人。这也是无数观众说，他们的爱情太真实了，我甚至能闻到生活的味道。
反差 CP 为何越看越上头？因为它是真实互补。反差不是卖萌，而是心理互补。而这种互补，恰恰是现代年轻人最渴望的关系。你不需要装坚强，我知道你只是怕被看到脆弱。你不需要假装无所畏惧，我知道你心里也曾疼过。你努力的样子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想逃，我等你；你想回来，我就在。这段感情不是我需要你补全我，而是我们一起变得更完整。这样的情绪浓度，没有一个观众能拒绝。为什么说这部剧吸眼？因为它美得真实。真正能打动人心的镜头，不是滤镜，不是精修，而是质感与情绪。这部剧的美在于，表情是真的，呼吸是真的，情绪是从心底溢出的。镜头像闯入两个人正在生活的瞬间。聂熙光的笑带暖，林宇森的沉默有重量。两人同框时，你能感觉到空气都变柔软。观众一句话总结：这不是演戏，是恋爱本人。真正的励志核心，受过伤更值得被爱。之所以让人共鸣，是因为男女主都经历过人生的黑暗期。他曾被现实教会疼痛，他曾被命运逼到绝境，但他们都没有停在原地，而是选择带着自己的伤痕继续往前。这段爱情不是命中注定，而是两个破碎过的人鼓起勇气再一次伸出手的过程。这比任何童话结局都更珍贵。温暖是力量，冷也有理由，爱是互相修复。聂熙光的温暖不是牺牲，而是清醒后的善良。他先让自己发光，然后照亮别人。林宇森的冷是保护，而不是拒绝。他把自己藏进深海，只是不想任何人受伤。当光照进海底，海开始变暖。当海托住光，光才能照得更远。他们不是谁依赖谁，而是互相成全，互相支撑。这不是童话，是成熟关系里最美的部分。献给仍然相信爱情的你。如果你在看他们的故事时心口发酸，那说明你也曾喜欢过某个人，却没说出口。你也曾错过，也在深夜问过自己，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吗？这个故事给的答案很简单，有，只要你愿意。愿你像聂熙光一样，带着光穿过阴影。也愿你遇到属于你的林宇森，那个即使沉默也会一直站在你身后的人。感谢你耐心看到这里，你的观看与支持是我继续写下去最大的力量。欢迎订阅，你的每一次订阅都像给我递来的一束光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最喜欢哪一幕？你在谁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？或者你有没有一段想重新开始的感情？期待在评论区与你相遇。谢谢你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